哇，这个屁股摸起来居然是软的。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那么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这款来自于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复联4美国队长2012版》。2012版的美队呢，在电影中其实就是他们从复联4时期穿越回2012年取回无限宝石的时候，美队所身穿的一个战衣造型了。那因为12年正好是复联1的时期嘛，所以说这款美队呢，它在外观上和复联1美队是完全一样的。同时在电影中呢，它的各种经典梗也是层出不穷，什么九头蛇万岁、美式翘臀，还有两个美队之间的战斗啊，都是非常具有看点的。所以说这套战衣呢，在复联4这部电影中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Hot Toys 呢，早在多年之前就推出过一款复联1造型的美队，所以说本质上今天这款2012版美队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当年那款复联1美队的 2.0 版本。那么这两款产品它之间它们有没有什么共用零件的情况，包括这款2012版美队它各方面的表现又到底如何呢？话不多说，让今天的测评给你答案吧。那么在主体方面呢，我们首先拿出 Hot Toys 之前推出的那款复联1美队来进行一个比较，左边打1，右边打2，你觉得哪个更好看呢？在评论或弹幕里说下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之前这款复联1美队呢是 Hot Toys 所出的第二款美队，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美队 2.0。 但是今天这款2012版呢，因为 Hot Toys 这么多年真的是出了太多款美国队长了，我已经数不清它是几点零了，所以说你硬要我给它上一个代号的话呢，我就把它称之为 2.0 的 2.0 好吧。那么在外观上呢，可以发现这两款美队虽然说他们的战衣造型是比较相似的，但实际上呢，二者在模具上几乎是没有共用的情况。可以看到这次2012版美队呢，它的战衣是全新裁剪过的，在整体的贴合程度啊，包括外观的表现上，一定是要比之前的复联1美队要好很多的。废话嘛，它过了这么多年 Hot Toys 在工艺上如果没有任何进步的话，那么他们这么多年也真的是白做了，是吧？不过在仔细对比后，我发现这两款产品还是存在着一些零件共用的情况的。比如说在小臂处的护甲和造型手方面呢，二者的零件就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你会发现2012版美队的握拳手其实相较于美队 2.0 来说呢，它还缺了一点蓝色涂装啊，这个确实不太应该。不过有一点就是之前的美队 2.0 呢，它的手腕关节是这种肉色的，那么实际上呢，在你活动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出现破绽。但是到了这次2012版美队上呢，它就把手腕的关节改成了跟手套一样的这种枣红色，这样子呢就能极大程度的减少视觉上的破绽，这个改动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在腰带部分呢，可以看到的是它的腰带扣以及上面的腰包呢，其实也是完全一样的零件，区别可能就是一些涂装发色的不同了。但是底下这个布料带子呢，其实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结构啊，包括在腰带的连接方式上面，之前的美队 2.0 呢是这种扣子的连接方式，但到了这次的2012版美队上就换成了更加方便耐用的魔术贴啊，我感觉还是挺好的。那么在头雕方面呢，这次2012版也是全新制作的，就细节包括眼神的刻画上呢，其实相比较于之前的美队 2.0 来说肯定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如果论象征度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两款美队的头盔头造型啊都不是很还原，这点呢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有点小失望吧。然后在靴子部分呢，之前的美队 2.0 是一体成型的零件，所以说几乎没有可动啊，摆 pose 的时候非常限制。但这次的2012版美队呢，就做成了分体式的结构，接地性呢是有所提升的，那么可动性呢自然也是更好的。那这两款产品在造型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臀部了。可以发现2012版美队的臀部曲线是要比之前的美队 2.0 丰满很多的，可能也是因为电影中玩了一个美式翘臀的梗，所以说 Hot Toys 呢这次在2012版美队上面就里面填充了一些软的填充物，来尽可能的还原出这个美式翘臀，摸上去的手感呢还是挺好的。但是平心而论啊，这个臀部的曲线呢，也就是比之前的美队 2.0 丰满一些，但是要真的很还原电影中那个曲线的话，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说如果你不太满意这个部分的话呢，后续可以自己往里面再塞点棉花什么的。
那么一番对比下来呢，可以发现这款2012版的美队虽然还算不上是完全新规的产品，但是新规程度呢已经很高了，还算是比较有诚意，而且呢外观造型上的表现肯定是要比之前的美队 2.0 要来得更好的。但是美队 2.0 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存在价值啊，比如说我手头有了这样款美队之后呢，我就不用双入2012版美队，也可以摆出复联4中2个美队大战的场景了，你说对吧？不过有一说一啊，如果你看回电影原作片段的话，你会发现这款 HT 的2012版美队战衣部分，特别是蓝色的布料，它的颜色做得太过于鲜艳了。如果整体的色调呢能够稍微暗沉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加贴近原作中的质感吧。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可动性啊。首先头部呢360度转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抬头低头包括向两边活动的可动范围呢就不是很大了，因为本身头部就只是一个单独的球关节，而且脖子处的面料呢对于可动的范围也会有一定的限制。然后手臂方面的话呢，平举可以看到是达不到90度的啊，然后向前也达不到90度，这个部分的面料会有一定可动的阻碍，向后呢可以看到也是会有阻碍的。二头肌部分呢是可以转动的，那么这个转动的幅度呢还算可以。然后手肘部分呢是一个双重的关节，弯曲的幅度呢可以看到可以超过90度啊，这个部分还是挺好的。然后手腕可以转动，并且可以一定程度轴向的活动，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腰身方面的话呢，可以看到转动的最大幅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向前会有一定的这种回弹，向后呢还行吧，向左向右，反正这个腰部的可动性呢我觉得一般般，不算很好，但也不算很差。然后下半身这里呢，裤子的裆部其实是采用了这种相对来说弹性高一点的面料，所以说拉伸性的话还可以，最大的一个劈叉幅度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腿部向前踢的可动性挺惨的吧，不是很大啊。然后向后呢基本上也没什么幅度。然后膝盖部分呢，它是一个双重关节，弯曲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听它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齿轮关节的，所以说关节的把持力度呢还是挺好的。那么最后脚掌方面呢，因为它是一个分体式的结构嘛，所以说像各个方向的活动性啊、左右接地什么的都非常的好。总来说，这款2012版美队它的可动性表现确实是相对一般的，但是呢，砸地 pose 你要想摆的话，勉强也能摆出来。但有一说一的是，就算它的可动性不太好，但其实四肢的关节活动幅度呢，要比之前的美队 2.0 还是要强上那么一点的。那么配件方面呢，不算很丰富，但是基本上该给的也都给了。然后造型手的话，连上主体的一对开掌手型，一共是7个。但你会发现，除了这个开掌手和握武器手它是成对的之外呢，其他的手型都是单支的，比如说这个张开的扔盾牌手型啊，还有这个右手手指前方的手型，包括握拳手啊，居然只给了一个左手的，我感觉给一对握拳手能怎么样呢 ？HT 你说是不是？真人头雕方面呢，对比下复联4的版本就可以发现是沿用了之前的零部件，那么二者呢在造型跟涂装都是完全一致的，几乎看不出来任何区别。反正这颗真人头的素质呢，在之前测评里面说得很清楚了，虽然说象征度照比演员本身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矮子里面拔高个，这已经是 HT 有史以来做最好的一颗美队真人头了。替换的方式呢，就是简单的球关节插拔，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在电影中呢，戴头盔的是2012原本时间线的美队，而不戴头盔的呢，是从复联4时期穿越回过去的美国队长。所以说平时在摆放的时候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选择安装哪颗头雕。盾牌方面呢，也是完全沿用了之前复联4的版本，二者除了涂装有所不同之外呢，其他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款2012版盾牌除了没有战损之外呢，可以看到它的银色方面也是相比之前的版本追加了金属拉丝的效果，这样看上去呢，金属质感的表现会更加强烈一点。但是这个2012版的盾牌也是一个塑料的材质，所以说即便表面的涂装再优秀，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拿出比如说复联2时期的金属盾牌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真实的金属质感是很难在塑料材质上通过涂装的方式进行完美再现的。那虽然说用塑料盾的话有一些优点，比如说很适合把玩，不用担心掉漆什么的，但是确实在质感的表现上它绝对是比不上金属盾的。所以说如果你特别喜欢金属盾牌的话呢，那么相信还是之前的复联2或者是美队3的美国队长更加适合你。
然后这个长方形的手提箱呢，可能是我觉得整个2012版美队中最具有亮点的一个配件了。首先，表面的银色涂装金属质感非常强烈，同时呢，在箱子上面也有2个可以活动的把手，这点是非常还原设定的，并且呢，这个箱子是可以打开的。打开后呢，里面是有这个海绵的内衬，同时呢，里面还放着一根洛基的权杖，并且呢，这个权杖也是可以给它取出来的。实际上这个权杖呢，也是沿用了之前复联1班纳博士里面的那个零件，只是二者的涂装有些不同罢了。同时呢，你可以注意到上面宝石的这个颜色啊，这次2012版呢会更加淡一些。不过我觉得2012版的这个权杖的涂装似乎旧化效果做得太过了一点。我个人的话呢，在涂装风格上会更加喜欢之前复联1班纳博士的这个版本。那虽然这个手提箱很重啊，但是美队真的拿上这个手提箱之后呢，也并不会出现站不稳的情况，所以这一点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同样的，这个握持造型手呢，除了可以用来握手提箱之外呢，也可以用来握持这次里面所附属的这根洛基的权杖。装着配给照片的指南针配件呢，在这款产品中并没有得到附属，其实挺可惜的。毕竟在电影中的这个桥段里面呢，这个道具还是占有很重要的戏份的。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个小玩意儿的话呢，其实就只能去购买之前的复联4美队了，毕竟那个里面呢是带了这个小指南针的。最后在地台方面呢，其实跟之前复联4的版本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做的有点偷懒啊！你说把表面的图案或者是正面的铭文给我们换一下都好啊，对吧？现在这样呢，如果你想区分这2款地台的不同，就只能够看底下的铭文。2020年的呢是复联4的，而2021年的呢是这次2012版美队的。那么到这里，这款产品呢就介绍的差不多了。实际上手把玩之后呢，我觉得本品的素质表现离我的预期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毕竟作为一款美国队长的周边，最大的亮点居然是手提箱，说实在的有点讽刺啊。但如果你把它看作复联1美队的 2.0 升级版本的话，那么其实这款产品还是很有收藏价值的。毕竟之前没买过复联1美队的话，现在就不用买之前的老货，直接收这款就可以了，对吧？那么话说回来，电影造型的美队以后应该也不会再出了吧，所以这会不会成为 HT 最后一个电影版的美国队长产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总之，从目前的现货价格走向来看，这款产品未来的市场行情呢，应该也会比较亲民。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等价格回落到合适的区间后，吃个现货回来收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是预定的玩家嘛，我只能说，心疼你3秒钟。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视频记得多点3连支持一波，同时也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那么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